嗨，大家好，我是栗子，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守护神此时此刻想对你说的话。就是据说我们每个人来到地球啊，都会有灵魂团队守护神在守护着你，因为来地球上比较危险，地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星球，就是有很多刺激啊跟冒险等着你挑战，所以就需要有灵魂团队的保护。那我觉得不管相不相信，就是你在听这个影片的过程中，你觉得讯息是有对应到你，然后逻辑通畅，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问题，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讯息。就是我都是这样分辨那个讯息的来源，我会先感觉一下它前后有没有对上，就是逻辑有没有说通，然后听的时候感觉是开心的，或者是说觉得对方是讲的很实在的，我就会听在心里。如果我觉得他讲的还好，我就会再看看。好的，那现在的话有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 Father， 又出现了，就是由左到右1、2、3，第一个是 Father， 第二个是 Gnosis。Gnosis 是那个直觉、灵知、灵魂的灵，知觉的知，灵知。然后第3个是 Queen。好，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先按暂停，感应一下。选好的朋友，我们就从第一组来开始咯。嗨，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 Father。我记得这一个在哪一支影片也有出现过，就有可能很高的几率会再选到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守护神他想要对我们第一组的朋友说什么，想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的状态。我觉得如果是单看父亲这张牌的话，你的状态有可能在一个是非对错、黑白对立的一个状态。之前你学习的知识，他可能会跟你说有对与错啊，但是等你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不是黑与白，就是这件事是对的，然后或者是那件事就完全是错的，它是有一定的比例的问题的，或者是甚至有些事情是在一个灰色的地带。你最近可能生活中会出现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在提醒你说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黑与白。像是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对方可能现在在忙啊，没有空听你讲话，但是有的时候你明明就直接打过去，对方如果他评估之后，他觉得现在就是要接你这通电话，他也会想办法抽出时间接你这通电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前面这个认知跟阻碍挡住了。像在创业初期，你可能会觉得说要做得很完美啊，100分才可以出去，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边做边摸索的。就是你以前会比较容易有2元对立的这种状态，但现在的话，你的生活中出现了太多这样子的碰撞，让你去思考说2元对立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不是通用的评判的法则。就如果都用黑与白来看的话，你在看事情的时候就会不够客观跟全面，这样会影响到你的判断跟决策。那我来看一下你现在的状态，等一下看一下守护灵想跟你说什么。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跟你谈2元对立的事情。好，那你最近的状态，其实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诶。你可能前阵子过得蛮低潮的，这边有宝剑9逆位、圣杯10逆位跟这个是什么？世界牌正位，不好意思，突然宕机。好的，然后世界牌正位呢，你最近你的世界啊，可能发生了很多特别的体验。就不论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或者是你前面这一阵子你觉得过得很消极、很难受，你会突然间很没有动力，但是你的生活其实没有到有那种非常大的动荡，该怎么讲？就是没有到家破人亡那一种啊，就是
可能家庭还是很照常在运行啊，然后世界整个都在走动，但是你觉得你的内心开始有不一样。你以前可能会很悲观的面对一些事情，但是经历过了一些挫折啊、挫败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自己比别人拥有的再多更多，就是不论是资源啊，还是情感的支持。但情感的支持可能有的时候不是你想要的，因为这件事圣杯十逆位，就可能家里的人他会用他的方式来关心你跟喜欢你，但你可能喜欢用不一样的方式，就像长辈如果怕你饿，不是都会拿东西给你吃，但是你已经吃不下，他就会说吃啊这样，然后你就有点困扰，就类似这种，但是他这种困扰又不会造成说你的生活是有那种很大的变动的，对，就只是那个爱的方式不是你现在所喜欢的那种感觉，没有错。在情感上啊，就是这样。那你最近的状态，你可能已经从一个低谷，要准备往上起来了。看了太多世间的黑暗之后，就发现，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你想的这么的单纯。人都会经历这种事情啊，很正常的。然后先去看一下黑暗，才知道光明长怎样。人家不是都这样讲？好，我们来看一下守护神想要对第一组说什么样的话。钱币4者正位，哦，权杖8正位。好，星星牌正位。我想看这个星星牌是什么？这组的朋友们未来很令人期待，看起来很正向啊！钱币1，这组的朋友们可能最近不是可能就是我要改一下我的说辞，我太爱说可能了，烦死了。就是你们最近会有一个新的工作的机会、合作的邀约，而且这个邀约可能是你以前在心中你就很想做的，就是像星星这样你遥不可及，因为我们人会向星星许愿嘛，你会觉得说你的这个梦想啊，你心中的这个理想，它是一种有点像乌托邦的这种感觉，你就觉得说遥不可及啦，怎么有可能？但是在你遇到了这一连串的事情之后，你就开始相信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就像疫情之前没有人相信会有一个病毒让整个世界都停摆，就类似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后来就开始发现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不要去界定自己一定要是怎么样的。像这一组如果之前是宝剑9的状态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自己之前就是不配得到幸福啊，自己就是只能这样过一生。但是你现在就想通了，你就觉得凭什么？我觉得我选择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是我自己心中的想法。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是值得幸福的，那我就会去做一些我喜欢做，然后珍惜自己的事情，比如说让自己的身体吃得健康啊，去运动，这种日常生活的事情都是爱自己的体现。要看每个人怎么爱自己嘛，就是每个人喜欢被爱的感觉不一样。那这边的话，会有一个新的事业，一个新的机会要起来，不论是你刚转职进去一个新的公司，还是你要出来创业都可以，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发生。如果是在你心中埋藏很久的这个梦想啊，它也有可能跟你的父亲有关，你有可能是继承父亲以前的梦想，或者是你跟在他身边之后，你想要把这个生意延续下去。我觉得这钱币不只是事业，有的时候更是价值观，父亲带来给你的价值观。父亲他可以是保护你，小时候他会保护你嘛，你小时候他会保护你，然后你长大之后他就会推你出去冒险，就是他可以是爱你的，然后也可以是让你成为危险的这一个存在。那这边的话，你觉得你会传承下来他的意志，有可能你有烦恼的时候会去跟爸爸说，然后他就会帮你突破一些盲点。你可能
一直聚焦在一个比较焦虑的状态，然后他就跟你说，为什么一定要想自己只有这样子的出路呢？你明明就还有其他条路更简单，而且你也更喜欢这样子的做法。对，这一组有些朋友是这样。那这边有这个权杖八的话，我觉得你就是要从一些比较寒冷嘛，就是从低潮走出来的啦。你终于想通了，你想要走出来，然后快速的去完成你接下来该做的事情。最近的这一组的朋友们应该会蛮有动力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啊、感受，都是有机会被别人听见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感受，你的世界已经开始在运转，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停滞，然后让自己觉得很难受的状态了。对，所以这组的朋友们要记得把握这个机会哦，把握住。你如果又有点害怕什么的，你就去想说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先预设自己会失败呢？就是为什么不能先预设自己会成功？这组的朋友们可能比较容易想很多自己失败的画面，失败一定会有啊。可是你如果放弃了，就真的没有了。失败是通往成功的道路嘛，对不对？所以这组的朋友们，失败是经验的累积，可以让你变得更加茁壮。新的机会已经来了，你如果有坚持在耕耘着工作什么样的新的工作，你可以坚持下去。世界已经开始在转动了啊！你可能现在你的肉体、你的生活周遭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但是灵魂啊，跟那些团队们都已经在帮你安排机会了。剩下的就看你要不要为自己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对，好，那这一组的朋友们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按赞、加分享。想知道更多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嗨，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 Gnosis， 是什么嘞？灵知直觉，对，灵知直觉。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它底下还有一个是诗人 Poet， 就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呢，是一个创造力很丰富，而且你们很擅长在黑暗中找到那个光亮，就是有一件事情有点像看一杯水，如果只有半杯，别人就会看到它只有半杯水，还有一半没有装满，但是你就觉得说，哇，我已经拥有半杯水了。就是你看别人的看事情的角度永远都跟别人不一样。你有一个很特别的天赋是说，你其实很擅长在黑暗中挖掘光亮。你看他这边有把光亮拿出来的这个意象。当一个人觉得他的人生很凄惨的时候，或者是他觉得他不够好的时候，你很容易发觉那个人事物他们心中的这个闪光点跟他们可以琢磨的地方。你看他这边还有他这个鸟就会这样子飞走，就是你们可以在黑暗之中找到那个光亮，然后驱散这个黑暗，这个是你们的专长。那这边既然都出现诗人了，有可能你是文字工作者，或者是像我一样做自媒体，传输一些想法跟自己的感受的工作，有可能也会作词作曲啊，音乐家、艺术家都有可能，因为艺术有很多
传递的方式嘛，就看你擅长什么，自己套入，好不好？这边的话，我觉得也有雕刻家，雕刻家也太帅了吧！真的有吗？如果有，可以在下面留言嘛。就是好帅哦！很少听到有人是做雕刻的工作，我就觉得哇，太帅了。然后这个直觉啊，跟灵知，就是说你平常在创作的时候，如果你的状态是好的，就是你的身体啊休息得很足够，然后你觉得你的头脑很清楚，你可以很快的就抓到你要写出来的词跟曲，还有创作，就是你的灵魂跟你的身体是有合一的。像有的人在工作，他会可能在编写词，但是在想说晚餐要吃什么，这样子他的状态就没有合一，没有合一的状态下就很难产出好的作品。而且那个作品如果是像那种对能量很敏感的人，就会看到你写的歌词啊，里面有什么你很想吃晚餐之类，你没有写出来，可是他会从能量上感受到。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能量跟觉知，要练习让自己的心沉静下来，在创作的时候要很集中跟专注，你才可以就写出很好的作品，而且会写很快，就是那种3-5分钟就直接写出来，然后你自己也会吓到，觉得很完美，发出去就成功，就红了，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收视会比平常高啦。我不知道这一组的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体验，但我觉得你们选到这一组应该会有这样子的体验。而且这组的人，我觉得你们有可能开始可以感觉跟听到什么。有的人是可以听到声音但是有的人是感觉，就是举例来说，像昨天我停机车的时候要放安全帽，他就叫我把它拿进去室内，但是我就没有听话，就是我有这个感觉，但我没有听话，结果后面又下大雨，然后安全帽全部湿掉。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可能在平常日常生活中就会有讯息来，就是守护灵的讯息啊，还是高我的讯息都可以，就是他们会跟你说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啊，然后创作的灵感他们也会帮你，也会跟你一起讨论，但最主要还是要你主导，就是你到底真正想做什么。但如果你问他们意见，他们也会给你回复。你如果说你听不到，那他就是在别的地方给你回复。比如说你划一篇文章，还是你看一个影集，你就觉得很有感触，这个就是我现在需要的，然后你就会创造出来，就是这样。这组的人应该最近有蛮多神秘体验的吧？好的，正义牌逆位，然后这个金币6逆位，钱币4逆位。我想看这个钱币4逆位是什么。好，我知道月亮牌正位。那这一组的朋友们最近的状态啊，你们是不是生活就是日夜颠倒，然后没有好好睡觉，也没有好好吃饭？他跟你说你要好好睡觉跟吃饭，你的生活现在已经失去平衡了，尤其是在金钱上，有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们刚起步，在做这个艺术创作啊，或什么也好，有可能你很有才能，但是你会为了让作品销出去，或让更多人知道，你会牺牲自己的价码。比如说，我昨天就有看到有一个画家，他就分享他刚起步的时候，他一张图只算他150块，但是那个画工明明就这么好，然后很精致精美，那个一定超过150块，但是他为了就是可以打起知名度，累积作品，所以就做了这样子的事情。他说他觉得很后悔，其实这样一来会破坏就是整体的生态，就像做设计一样啊。如果每个人都削价竞争，后面就是大家都会用很便宜的钱买，就是你可能要花5-6个小时才完成的图，这样子其实也会让台湾人觉得说，是不是我不用花那么多钱去买你的这个作品？
就不对等啊，你的付出跟你收到的回报不对等，你这样做会很没有热忱啊。你可能很用心，你100%投入，然后就回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那连吃饭的钱，连照顾自己身体的钱都不够，这样就本末倒置啊。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要去重新的衡量自己的这个付出啊，跟这个回报中间要取一个平衡。不要为了累积作品或者是怎么样去降低你的售价，或者是你收取的报酬，因为这样人家就会觉得说我以后就可以用很便宜的钱买到你的作品，但其实你很有实力，等于直接自己作践自己啊。然后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你就一直做，坚持做。作品这种东西就是你可以一直练习，一直做，然后对方如果喜欢，他就会愿意用那个价格买。我觉得它很像是对频率的问题，就像我占卜，我觉得我占卜收费也不是便宜的那种，有的人可能一题问50块啊100块，但是我如果问问题，我喜欢探究的比较深入，然后问的比较详细，就是我会对我的发言负责，我不会随便讲完就当做没这回事了。对，我觉得价格就是品质就是反映在价格上，所以如果这组的朋友们，我觉得你可以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你不敢定出好的价格，或者是你不敢觉得自己是好的，是因为你一直对自己的内心是有恐惧的。就算很多人都说你的作品很好啊，你很有才华天赋，但是你在你的心中，你就一直觉得自己还是新手啊，什么什么的之类的，就类似这种。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会担心的话，你其实可以定价在比较中间的钱，就是不要很便宜的那种。这样子以后如果你的客人要再回来找你做设计啊，或者是作词作曲，它会是一个恶性循环。你可能在这2-3年间你已经进步了，但是你也不敢跟他涨价。我觉得你现在要做的是你要突破这一个心魔。对，如果没有突破的话，你这个热忱会很容易就消下去了，就是做这个工作然后又不能养活自己，对不对？然后来看一下建议，这个建议好像刚刚都讲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守护神想跟你说什么。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生活啊跟这个热忱，工作的热忱要达到一个平衡，对。就是该吃饭的时候要吃饭，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受。因为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可能会逃避自己内心的那个呼唤跟感受，就内心的这个黑暗的呼唤跟感受。但是你如果要找出解决方法，你就必须深入黑暗。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应该很常遇到那种就是低谷啊之类的，但是你要遇到低谷，你才会有办法创造出那种张力很强的作品。那你没有见过黑暗，你怎么知道太阳有多亮？这样子的感觉，对。所以这组的朋友们要记得，不要去欺骗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只要有一丝丝的那个不一样，这组的人很敏感哦。只要有一丝丝的那种怪怪的，你就要去多加注意，然后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先从照顾好自己身体开始，你要在你的内心啊跟情感达到一个平衡。最近如果有这个伴侣或者是暧昧对象，要小心，他可能是骗感情的。这边有这样子的讯息啊，他可能是骗感情的，或者是他作为一个伴侣也不够成熟，不是你想要的啦。他没有办法接住你的情绪，也没有办法去理解你。你跟他认识交往的话，可能只是一个新鲜感罢了。那不如专注这些时间在照顾自己跟什么，跟创意创作。但是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可能在工作上已经算是非常努力的了，要是时候的休息一下，不然你的身体会撑不住，然后你也会没有办法继续踏上这个梦想的路。对，而且啊，你如果吃的不健康，食物是我们转换身体能量动能的来源。当你吃的不健康的时候，你画出来的东西就会没有办法这么的有层次，就它是一个感觉，我很难形容。就是
好吧，你们自己去体悟，好不好？可以试试看。建议你们吃营养，要吃无蔬果哦。如果做不到的话，至少1天1颗苹果，好不好？你大概吃1个礼拜，然后到1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坚持下去。然后要早点睡，这组的朋友们真的日夜颠倒，都没有在正常睡觉，早点睡，好不好？不要去欺骗自己那个内心的不安跟感受，要停下来检视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的不安，然后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你们一定可以解决，因为你们最擅长的就是从这个黑暗中找到光。现在就是找自己的光的时候了，好不好？找自己的光 ，OK？ 那第2组的朋友们，今天解牌就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耶！好，再见。嗨，第3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 Queen 皇后牌，皇后，然后跟后面还有这个母亲。皇后跟母亲呢，都是女性的象征。那先讲皇后好了，皇后它也是2个，这边这2张牌都有2元对立的意思。像皇后，她如果状态好的时候，她就可以是优雅、高贵，然后充满包容力跟母爱关怀的这种嘛。但是如果她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她可以是傲慢、挥霍，趾高气扬的那种类型。你们都有看过吗？那种很温柔的皇后跟那种很任性的皇后。对，那母亲的话也是，母亲是孕育生命的这个牌卡，就是我们人都是从母亲的肚子里面孕育出来的。那它可以孕育一个生命，它也可以阻断你成长，因为母亲她生你下来，她会保护你跟照顾你。但有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啊没有出去跌几次跤，是不会成长的。但他可能会自己知道说，他前面已经吃过这苦头了，他会提醒你，他会想保护你，但这样反而会去扼杀了你成长的机会。对，就像如果小时候没有去教育他怎么照顾，没有教育小孩怎么照顾自己，他长大就会变成一个妈宝，没有办法自理生活，会有点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是2面的这种状态。那这组的朋友们啊，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状态，你可能正在创业，或者是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因为你状态好的时候就很好，但你如果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是连你自己都想打自己，这么浮夸吗？我觉得。好的，那你们抽到的是太阳牌正位、死神牌正位、宝剑8正位，还有钱币9逆位。你看哦，这边也有这个太阳跟死神牌。你看一张这么亮，一张这么暗，就是你们最近的状态是你在重新的重塑自己的这个形象跟生活的目标，有点像是说你在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过去你可能在经营自己嘛，就是你的人生当中，你会很容易飘忽不定，
然后可能受到情绪影响波动很大的时候，你就会陷入那种很焦虑啊，然后很悲愤的状态。但如果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就会像小太阳一样，然后会是身边的人的开心果，每个人都会想要来找你聊天啊，然后求助。但我觉得你有一部分会变成这样，是因为大家都会来找你求助啊，干嘛的？但是身边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倾听你的烦恼，没有人可以懂你的烦恼。就是他们会觉得说你有什么烦恼的啊，每天都看起来很快乐啊，光鲜亮丽的。但其实你内心有一些你焦虑啊、不安跟想要去改变、推翻的东西。但他们如果你跟身边人讲，他们会觉得哦，干嘛啊？你现在就已经很好啦，干嘛改变？这种你就很无奈啦。只能说层级不一样，你就像他们的母亲一样啊，你跟他们不在同一个频率，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吃力。这组的朋友们可能前一阵子也是蛮低潮的，但你已经决定要改变自己，有一个崭新的开始。那个崭新的开始不一定是说要换工作啊，还是组建家庭什么，也有可能是那样子啊。看是形式上，但我觉得这边是心态上，就是你还是一样去上班啊，一样还是去干嘛，但是你的心态上已经不一样了，这种感觉。对，你想要摆脱过去那个很容易自我焦虑啊，然后自卑的状态的自己，对，你已经受不了。我来看一下守护神想要跟你说什么嘞？好，然后有勇气。力量牌正位，然后吊人牌逆位跟皇帝牌逆位，宝剑骑士正位。这组的朋友们呢，在改变的过程中，一定是会有那种踌躇不前，会害怕，会焦虑，这是很正常的。人生的那个改变，就像频率，就像股票一样，会这样起起落落的，好不好？没有办法马上就完全改掉啦，这很难，因为你可能过去20-30年，你都已经习惯这样子的价值观跟生活模式了。你现在要开始相信自己，改变自己的时候，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你这段时间可能还是会有情绪上啊比较不稳、暴躁的时候。这个是皇后牌逆位，对不起，我看错，因为这个皇后牌，我记得这一副牌是。这副牌是男生是皇后啦，对，好，这副牌的朋友们啊，我觉得你们有可能是女强人，男强人也可以啦，好不好？女强人的几率很大，因为这组就是你看啊，有皇后又有母亲，听这组牌的可能女生很多，或者是阴性能量比较重的人，那你会想说，你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但你会有点害怕。在你要往前去突破，丢掉你过去就有的包袱的时候，你会害怕你这个改变，周遭人会不会吓到，或者是你能不能做得很好？这人要跟你说你可以做得很好，因为你本来就有这个潜质。你看这边有母亲跟皇后，皇后的话就是说，她会自己去决定要怎么做，主宰自己的人生，主宰这整个国家。跟皇帝一起嘛，就是对这样子的感觉。那你要拿出你的勇气，锚定好你的目标。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你想要改变什么样的状态？你先想好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其实已经心里有答案，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你已经想清楚了之后呢？你在选的时候，你就要想说，我选择这样子的生活模式，我选择这样子的朋友，我选择这样子的环境，能不能帮助我达到我心中的那个最终的目标？对，有的时候可能前面一开始会有点动荡，因为没有办法一下就跳到自己心中理想的地方嘛。但是你就可以规划说，这样子往上跳，什么样的经历可以帮助你加分，更靠近你的梦想？我觉得这一组的人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如果会怕的话，你不要用脑袋去想你的那些恐惧。这组的人很容易心理焦虑，然后就把自己缠在原地，没有办法前进的。多鼓励自己，多给自己一点耐心，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在外面的人面前是一个坚不可摧，有到这种程度吗？是一个很坚强的形象，但是脆弱也可以啊。我们是人欸，不是机器，好不好？我们都会有脆弱的时刻，而且那个脆弱反而才是可以帮助你成长，就是你要去正视它，然后把它补足跟增强，你才能变成真正的强者。对，而且强者还是可以哭的啦，好不好？就是还是会起起落落啊。对，机器都会坏的，我们是人。这组的朋友们有可能蛮好强的，我觉得这样没有不好，就是你们很懂得自己要什么，然后很有自己的想法跟主见，对，能量上也很稳定厚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跟你相处啊很安心，很可靠，没错。现在的话就是要让自己去依靠自己了，多花一点时间跟耐心在自己的身上，不要犯了一点错就觉得自己很烂，好不好？犯点错是正常的，而且要犯错才可以成长啊，对不对？你不错，你怎么知道要怎么样迈向成功？就像煮菜会越煮越好吃的但是如果你因为你害怕会焦掉，你就不敢煮，那你都没有进步的那一个时刻。对，那第3组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节拍就到这里咯，那我们下次见，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我的频道，谢谢，拜拜。